最近有位同行兄弟啊，他有一个担心什么呢？担心他自己这一款 RCR 带频控啊，发热量太大，然后导致 CPU 虚焊。实际上呢，他这个担心呢也不无道理啊。这个 RCR 带频控确实有这个高温导致 CPU 空焊的这种通病，于是呢，他就把他的遥控拆开来，想改造一下它的散热，甚至他连 3D 打印机都有，根据内部结构啊去改造一下散热，结果卡在第一步过不去了，拆完装回去就开不了机了。现在我们开机看一下具体是什么现象。这个屏幕好像一直黑着的哇，本来没问题的，这下就变成了跟它想象中的通病一样的了，不会又是通病吧？我的天呐，拆之前是好的，拆完之后才坏的这有点尴尬呀，真的。但是我刚刚听到了进系统的音乐，那也就是说它能进系统。通常我们所见到的通病，它也是能亮灯能开机，但是听不到进系统的音乐，还是有点区别的如果说是通病 CPU 虚焊那种，我现在关机它是不能正常这样一步一步关的，只能强行关机。我现在可以一步步关机，那说明可能不是通病啊，很有可能是人为整出来的故障。具体什么情况，还是得拆开来看一下。这个遥控呢非常好拆啊，螺丝很少啊，总共就4颗螺丝，拆开就可以开始撬了。把摇杆取下，后面这个橡胶垫啊，给它撬开，粘的还挺紧的啊。这边有2颗螺丝。OK 啊，这里有一根线要拔掉，电池先取下来，是2节18650电池。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兄弟就会说了，既然开机系统音乐都听到了，只是屏幕黑屏，那有没有可能是屏幕坏？如果说换成是别的设备，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啊，别的牌子的设备的这个屏幕，还真有可能是屏幕坏了。但是这个 RCR 的遥控啊，除非是屏幕明显看到碎了，或者是泡过水了啊，屏幕才有可能坏。正常来说，外观无损无泡水的情况下，屏幕坏的概率非常低啊。这个屏幕坏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啊。取下主板啊，故障就在这块板上面，基本上可以确定。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主要是被这个同行兄弟拆装过啊。像一般来说，80%以上的故障可以通过看外观啊就能解决，尤其这种拆装坏的。像这些区域啊，这些区域的话，有些地方本来它就是空点啊，没有元器件的，但是呢，你要会认，有些地方的元器件被撞掉了啊。我之前的视频有说过本来没有元器件的地方跟元器件被撞掉的地方，它仔细看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板呢，我外围仔细看过啊，并没有掉件的情况，也没有看到明显异常的情况啊。那这样的话，我进一步把这个屏蔽罩子也揭开看一下。这个同行兄弟自己描述呢，他说他没修过啊，没修过没动过，出了问题直接找的我。这边是功放区域，这一边是供电的区域 ，CPU 跟暂存在这一块板上面啊。1 hour later， 看了很久啊，确实是跟这个同行兄弟所说的一样，就是没有被修过啊。先单板开机来看一下它的电流啊，先看一下它是什么电流。这个遥控主板的单板开机点位啊，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没试过遥控主板单板开机，在这个位置焊一条开机线。接地的话就一样啊，任意一个屏蔽罩子或者螺丝口都可以。电压啊，要给它调到5伏2安也可以的，5伏2安没问题。我就随便夹一个螺丝口吧。它这里有一个触发点位啊，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用镊子给它去触发就好了。打开电流表，打开单板开机试一下啊，现在是没开机。我这样子做呢，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啊。点的这个点位，点一下啊，0.17安，长按，松开。好，现在电流开始往上跑啊，看一下
200多、700多，哎，这个跳变没问题啊，能跑到1安左右，最高能跑到1安左右。那电流跑的就是没问题的，电流跑的没问题，那说明一个问题，主要的芯片工作都没有问题，比如 CPU 啊、智库啊、功放啊这些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说这些区域有问题，电流跑不了这么高的啊。根据刚刚的现象啊，开机音乐有了，但是屏幕是黑的，又排除了屏幕的问题，那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屏供电的问题。它这块板因为它的点位原理图还没出来，我们没法去查它的点位原理图。根据我之前修笔记本电脑的经验，一般屏供电就在屏线接口的附近或者反面都有可能。那我们来找一下它的频线啊，它的频线是这一根，就是连接这个屏幕的，对应的话就是这个接口，就是这个接口。这个接口的正面呢，外围没有任何的元器件，这一边呢是一个 WiFi 芯片啊，肯定跟这个屏供电没有关系。反面的话，对应的是这个位置这一块区域，基本上啊可以把故障范围锁定在这一个区域，其他地方不用查啊，真的不用查，锁定在这块区域，这块区域。这里有2个电感，这2个电感呢给屏幕供电，或者是给其他地方也有供电的啊，具体是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点位图。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基本的测量啊，先测量一下这2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一下啊，打大机关档，324啊，暂且认为它是正常啊。这边是567，看起来好像也正常。比较尴尬的是呢，我现在手上啊没有这个遥控器的料板，因为这个遥控平时修的也并不多。如果说量对地阻值正常，那我们接下来再量一下它的电压，再量电压。但是量电压的时候呢，动作要快一点，因为它这个遥控主板发热还是挺大的啊，时间不能太长，别到时候这个 CPU 本来没虚焊的，测量的过程当中导致它虚焊了，那就尴尬了。先把这个反面无关的屏蔽罩子先给它扣起来，重点就是排查这一片区域，跟刚刚一样啊，我们先给单板先上个电啊，测电压需要单板上电，打到直流电压档，先让这个遥控主板先开机啊。好，开完机之后，我们迅速去测量啊，动作稍微快一点。黑标笔接地，红标笔去量啊，主要是量这个电感，看有没有电压。这一个好像没有电压啊，这一个啊，确定没有电压。那另外一个呢？这一个有了 4.8 伏啊，这个有了，好，赶紧关掉。这边这个电感是有电压的，这一边这个电感呢是没有电压。电流来看，应该是工作条件都已经满足了。既然已经满足，那这些电感啊，这些供电的电感应该要有电压才对，它没有电压，肯定不正常啊。在这个电感的周围都有哪些元器件啊？我们来逐个排查一下。我们打到欧姆档啊，对旁边的小元器件进行测量，比如这些电感啊，电感它必须要是通的啊。像这些电阻啊，这个是保险电阻，也必须要是通的。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zh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zh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这些小一点的电阻呢，阻值我不知道它是多大啊，先量着。电容的话呢，就量对地阻值。1 hour later， 量了很久啊，没有测出周围哪些小元器件有问题，也没有掉零件，也没有说零件是有虚焊的，都没有发现。那这样的话，我现在唯一只能赌一把，赌啥呢？就赌这个旁边这个小供电芯片，只能说怀疑这个芯片虚焊了，或者是这个芯片坏了。那我现在手上没有料板啊，我只能说把这个芯片拆掉，重新焊接一下。如果说不行的话，可能这一期的视频还没法拍完啊，看一下先把它重新焊接行不行？吹这种小芯片，遥控板底下都是没有黑胶的啊，然后这个芯片的面积比较小，所以我们的温度呢不用开得太高啊，350度左右就差不多了，不需要太高的温度，风速稍微小一点，20左右。OK， 取下来了啊，这个芯片看了一下，它是12个引脚的封装小芯片啊。
那这样子我把它的焊盘啊跟芯片本身都处理一遍，然后再装回去。先把焊盘脱平。我们用镊子夹一点吸气带啊，焊盘上面给它上点焊油，焊油上的有点多啊，没关系。边清理焊盘，然后芯片这边也同样的处理啊。焊盘脱平了，给它上锡啊。非标准的这种小封装芯片肯定是没有标准的钢网啊。我们找一个孔距啊点位差不多的钢网，给它套上去用就行了啊。上锡啊。给它上点焊油，给它吸球归一下位啊，再对它进行清洗，把刚刚的焊盘也要清洗一下，焊盘上面上点焊油啊，这个焊油不要太多了，太多的话这个芯片它会吹的时候会位移的，按照脚位给它放好。再来量一下刚刚没有电压的这个电感啊，看它电压能不能出来。看一下电压能不能出来，这边的电压好像已经出来了。开机先焊掉啊，我们装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A few minutes later， 我稍微把这个板先搭一下啊，刚刚测那个平供电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啊。拧2个螺丝线啊，电池接上，是成功还是翻车啊？兄弟们看一下啊，开。哎，亮了，别高兴太早，看能不能进去。OK， 可以了哦，没有任何问题。Nice。现在就再花点时间把它全部装起来，搞定了啊！欢迎兄弟们自己再去改散热啊，改多一点，改得越多越好。但是呢，它这个我始终没想明白啊。他就拆装了一下，为什么那个平供电的那个芯片那里会虚焊啊？没有搞懂为什么会虚焊。反正我把它重新拆开焊接它就好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